这期咱们就来唠唠皇后是如何实力碾压华妃的。首先，皇后趁午睡时间把华妃喊到景仁宫。按理来说，在宫里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，嫔妃们都是要向皇后晨昏定省，也就是剧里经常出现的请安打卡。在打卡期间，除了唠唠家常对对嘴之外，皇后还会询问一下个人的工作进度。也就是说，皇后要问工作进度，打卡期间就问了。可是皇后偏要在大中午把华妃叫过来，你说她是有啥紧急事情吗？并不，皇后此举就想表明，你华妃再得宠又如何？我是皇后，我想什么时候叫你来，你就得来。可华妃也不是个好惹的主，一向嚣张跋扈习惯了的华妃突然不能午睡，她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舒服。于是华妃满脸敷衍，听着皇后的要紧事。直到皇后说到选秀的事儿，华妃立马来精神了。臣妾手里虽说变不出银子，但总要顾得皇上的体面，这个中滋味岂是旁人能知道的呀？华妃这话分明是在暗讽皇后有名无实，就算你乌拉那拉一搜贵为皇后，那又怎样？如今这管家权还不是落在我手里？暗讽到这份上，皇后不可能听不出华妃的言外之意。为了扭转局面，皇后直接转移话题，让下人把她宫里新做的点心拿来给华妃尝尝。不料华妃正眼都没瞧那点心一眼，皇后瞧着时机到了，立马让简秋把那碟牡丹卷拿来给华妃。怕是妹妹也吃腻了吧？简秋啊，把那碟牡丹卷给华妃。皇后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呢？难道说她忌惮华妃的军方背景？呸，怎么可能？皇后之所以让简秋把那碟牡丹卷拿来给华妃，是因为她暗讽华妃的同时还在给华妃挖坑。为啥这么说呢？你想啊，牡丹卷，牡丹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皇后的身份啊。如果华妃真的拿了那点牡丹卷，那她就是越俎代庖，就是对皇后大不敬。参照皇后邀请众嫔妃到景仁宫赏花那段，华妃再怎么嚣张，她也只敢夺芍药，暗讽皇后年老色衰，不敢摘皇后跟前那朵粉牡丹。所以皇后赏的那点牡丹卷，华妃是不敢收的。可不收吧，华妃她又咽不下那口气，于是华妃示意宋之去把点心给摔了。皇后娘娘恕罪，皇后娘娘恕罪。听听这脆亮的声音，华妃把气借宋之的手撒出去之后，她又立马装出一副无辜的模样，一边骂宋之不当心，一边告诫皇后她没有权利惩罚宋之。你是本宫的家生奴才，竟这般不懂规矩，本宫也不便教你了。若是皇后不饶恕你，本宫也不会轻放了你。听听这重点词儿，家生奴才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宋之不仅是翊坤宫里的人，还是年家的人。如果皇后敢因为一碟点心就惩罚宋之，那她就是得罪了华妃，得罪了年家。华妃原以为她把年家搬出来之后，皇后就拿她没办法了，却不料皇后顺着家生奴才这4个字，立马联想到宋之是华妃的陪嫁丫鬟，一个陪嫁丫鬟怎么能做端茶倒水的事儿呢？于是皇后顺着这茬，光明正大的把福子喊来赐给华妃。华妃清楚，皇后表面上是赐奴才，实际上就是往她宫里安插眼线，所以这个福子华妃无论如何都不能收。宋之虽粗笨，但是翊坤宫还不缺宫女，还是皇后自己留着用吧。这拒绝够直接了吧？按照常人的思路，别人都说的这么明白了，你也不好给别人硬塞了吧？可皇后她偏不，她不仅要硬塞，她还要塞得华妃心服口服。早听说翊坤宫的宫女做事利索，是该让福子他们这些小丫头学学了。有妹妹调教着，帮着宋之做些粗活，也能叫他们学得乖一些。听听这话说的那叫一个漂亮啊！如果华妃拒绝了，那就相当于说她翊坤宫没有能干的宫女。这打脸的事儿，华妃能干吗？那指定不能够啊！所以华妃憋了一肚子气，领着福子走了。很明显，在这场初次对战中，华妃落败。然而皇后似乎还没玩够，当华妃马上踏出景仁宫的宫门时，皇后来了这么一句：也不知道这届秀女选的怎么样了，后宫是该好好添几个新人，为皇上延绵子嗣。
瞅瞅华妃这个难过的小表情，宫中谁不知道华妃恩宠不断，却无子嗣？皇后这话无疑是在往华妃的伤口上撒盐。不得不说，皇后这杀人诛心的手段实在是绝。《甄嬛传》中，沈眉庄为什么频频跑到太后宫中，服侍太后谋求庇佑是次要，偶遇温实初才是真。毕竟沈眉庄想要恩宠，丢一个镯子，恩宠就来了。但想要见温实初，可不是想见就能见的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沈眉庄为温实初花的那些功夫。第一点，沈眉庄为自己和温实初创造见面的机会。自从沈眉庄经历了假孕事件以及10亿，沈眉庄便看清了帝皇家的无情以及后宫的险恶。于是沈眉庄单方面宣布离婚，退出了争宠大赛。但要想在宫中平安地活下去，没人庇佑是不行的。所以沈眉庄为了保全自己，把目标转向了太后。当然除此之外，沈眉庄跑去伺候太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，偶遇温实初。因为10亿期间，温实初对沈眉庄照顾得体贴入微，所以刚失恋的沈眉庄慢慢的对温实初动了心。加上温实初又在御驾归来后成了太后的御医，因此沈眉庄偶遇温实初的最佳地点在太后宫中，并且有太后在场，沈眉庄这场偶遇便名正言顺。一个是太后的御医，一个是太后满意的儿媳，谁还敢乱嚼舌头说这场偶遇是沈眉庄计划好的？更何况太后和沈眉庄日常聊天也会说到温实初，一个太医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太后和沈眉庄口中，可见温实初对太后和沈眉庄来说算是熟人。第二点，沈眉庄为自己和温实初增加见面的机会。当时沈眉庄在碎玉轩与甄嬛下着棋，小允子来报说是看到素喜溜进了瓜六的瓜棚。沈眉庄瞧着甄嬛和小允子主仆二人打哑谜，急忙询问甄嬛究竟要干什么。跟我来。你要唠这个，那我可就不困了。沈眉庄立马来了精神，和甄嬛跑到隔壁观火。瞧着隔壁的火势越来越大，甄嬛将梳头用的桂花油浇到一块绢布上，目的就是把隔壁的火引到自己屋中，从而让华妃坐实了派人放火伤人的罪名。沈眉庄拿过蜡烛点燃了绢布，就这样在一场大火中，沈眉庄点燃房屋的同时也烧伤了自己。事后甄嬛对沈眉庄说，她不必以身犯险。沈眉庄是这样回甄嬛的。不可否认，沈眉庄确实恨极了华妃，但沈眉庄烧伤自己并不仅仅只是警示皇上，主要还是为了增加她和温实初见面的机会，并且为了见上这一面，沈眉庄硬生生拖延了伤势好转的进度条。温实初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并不是他医术不佳，而是沈眉庄在这边搞了鬼。为了能和温实初见面，沈眉庄宁可伤势不好，假装说药太苦了，让彩月去给他拿蜜饯，然后再趁房中无人的时候偷偷把药给倒了。可见沈眉庄为了能见温实初也是费尽了心思。第三点，沈眉庄为了自己和温实初创造独处的机会，碎玉轩被烧后，甄嬛搬到弦月阁与沈眉庄同住，期间甄嬛和沈眉庄晚上同睡一张床，白天又聚在一块儿下棋，姐妹两人形影不离的小日子过得也算潇洒。但沈眉庄心里惦念的依旧是温实初，所以当小夏子来通传皇上请甄嬛老时间到老地方约会的时候，沈眉庄心里瞬间乐开了花，喊停了正在下的棋，便让甄嬛先去洗漱，美其名曰别让皇上等着了。甄嬛一走，沈眉庄便向彩月打听温实初的消息，可见沈眉庄这相思病患得不轻。第四点，沈眉庄为自己和温实初创造生命纽带。当时太后给皇上和沈眉庄赐了一壶暖情酒，但沈眉庄对皇上的态度依旧冷淡，无奈之下，皇上只好顺着暖情酒的台阶离了场。皇上离场后，沈眉庄不再清醒克制，一边喝着闷酒，一边喊着温实初的名字。彩月作为沈眉庄的贴身侍女，读懂了沈眉庄的心思，跑去太医院找温实初。结果温实初吩咐彩月去煮醒酒汤的过程中，被沈眉庄哄骗着喝下了暖情酒，一杯接着一杯下肚。沈眉庄和温实初动了情，既然清醒克制无用，倒不如醉一回算了。
沈眉庄与温实初一夜颠鸾倒凤过后有了身孕，为了留住这个孩子，沈眉庄向皇上发送早安，赶在皇上下朝的路上演起了情丢不得的戏码。一大早的在这儿低头找什么呢？还能找啥？当然是找孩子的北京户口啊。一个镯子，一句情丢不得，就把户口骗到手了，冒着欺君之罪也要留住这个孩子。不得不说，沈眉庄对温实初的情太重了。后来在沈眉庄生下孩子血崩的时候，温实初坦言，其实那日的酒还不足以让我动情，也让沈眉庄在这场长久的单恋中画上了句号。《甄嬛传》中花穗和小印子是怎么勾搭上的？他们又是如何被安排到一起给甄嬛下药的？这期咱们就来唠唠药罐事件背后的细碎安排。第一点，妙蛙种子在御花园得罪了甄嬛，皇上不仅惩罚了妙蛙种子，还破了一封甄嬛为贵人，并亲自抱她回宫。回到碎玉轩后，皇上觉得伺候甄嬛的人不够多，于是提了一嘴，让内务府挑一拨人过来。但此时在内务府当差的黄规全是华妃的远房亲戚，所以他并不把甄嬛这个小贵人放在眼里，而是赶巴巴的去给华妃送月例银子。华妃瞧着黄规全送来的月例比以前多，便问了一嘴关于甄嬛宫里的差事。皇上近来又封了一位贵人，你们内务府上上下下打点，怕是要忙了。多谢娘娘体恤，不忙，再忙也不过是个贵人的差事。瓜娃子，华妃说的分明是反话，你听不出吗？以前甄嬛不得宠爱，受尽了内务府的苛待，碎玉轩里的小桌子掉漆了，想着自己缝缝补补，过3年拿材料都要受气。这会儿甄嬛受宠了，内务府想当舔狗都不配。黄规全醍醐灌顶，心下一惊，当场跪地求指点。哼，本宫能疼你们什么呀？你们守着个内务府的差事，小心挑人去伺候着吧。听听，这是好意吗？表面上华妃提醒黄规全小心挑人去伺候，实际上却是在暗示黄规全挑个靠谱的人，而这个靠谱的人自然也就是害甄嬛的人。第二点，黄规全领着一拨人走进碎玉轩，说是内务府挑来伺候甄嬛的。重点来了，咱们注意看这个人，这不就是以前伺候妙蛙种子的花穗吗？新来的人全都低着头，就他露正脸，这里头肯定不简单。果不其然，没多久甄嬛的药出了问题，又是石出哥，没是温大人给出了结论。有人在我的药里面加重了本来分量较轻的药，用药的人很是谨慎，加的药量很少，所以即便微臣每日给小主请安，也很难发现。可是即便如此，若按此药量长期的服用下去，小主刚开始会神思倦怠，常瞌睡，不出半年便会神志失常，行动迟怠。为了揪出究竟是谁下的药，甄嬛派人盯着碎玉轩里的动静，结果盯来盯去，甄嬛的药还是被人动了手脚。正当甄嬛一伙人感到疑惑时，小允子说出或许是药罐有问题。一番检查之后，发现药罐的盖子果然有问题，而保管这个药罐的正是新来的花穗。甄嬛吩咐小允子将花穗的来历查清楚后，又让浣碧把花穗领进了房中。花穗原以为如浣碧所言，甄嬛要赏他，却不料甄嬛一语道破了花穗的底细。花穗还想狡辩时，刘珠摆出一副吃人的模样，如果你对小主忠诚，你就把炭握在手里。花穗试图握炭，却下不了手，干脆全招了。于是每隔一天，让人把药放在小洞里，奴婢去取就行了。每隔一天，那不就是今晚？拿药是什么时候？可有什么暗语？1更时分，听着宫墙外有2声布谷鸟叫，就是了。知道花穗拿药下药的全过程之后，甄嬛吩咐下去，准备晚上抓人。深夜，小允子趴在墙头上等着贼人出现。槿汐假扮成花穗的模样，发出暗号。只见墙块松动，一只手将药递了进来。槿汐揪准时机，一把抓住对方的手。小允子一跃而下去抓贼人，结果抓到的人竟然是老熟人小印子。小印子，印公公，别来无恙啊！贵人吉祥。到底是谁指使小印子这么做的？小印子又是怎么和花穗勾搭上的？其实答案早就给出了，咱们往回看。
第3点，周宁海推沈眉庄落水后，华妃宫中的侍卫被换了一批，这导致了华妃里外进出一点都不方便。因为换侍卫是甄嬛提议的，所以华妃自然而然把这笔账算在甄嬛身上。这天，华妃、根儿嫔以及曹贵人在一块唠嗑，华妃心里满是怒气，无处可撒时，曹贵人提了一句：“如今恨甄嬛的人不少。”正是因为这句话，华妃立马想到了妙蛙种子。于是华妃询问妙蛙种子如今的处境。听说他失了宠，脾气不好，就连他自己身边的宫女都被打出去了，可怜他一个人。得知妙蛙种子处境不好，没人伺候，华妃心生一计，决定利用妙蛙种子。毕竟妙蛙种子有多恨甄嬛，宫中人人皆知。只要华妃在暗中稍稍动动手，就能借着妙蛙种子的人头去害甄嬛了。你身边那个康禄海是不中用，他那个徒弟还中心吧？娘娘是说小印子啊？鬼心眼儿没他师傅那么大，倒还中用。让他去伺候于氏吧。瞧瞧，这不小印子的差事就安排好了吗？表面上说是派小印子前去伺候妙蛙种子，实际上却是让小印子暗中把药给花穗。就算甄嬛发现了花穗下药的事儿，这事儿到头来也只能算在妙蛙种子身上。毕竟花穗和小印子这俩人，一个是以前伺候妙蛙种子的，一个是现在伺候妙蛙种子的。凭他甄嬛怎么猜也不能凭空猜到华妃头上，可见华妃这招借刀杀人进行的悄咪咪的。如果不细看，还真没发现是华妃安排了人，只可惜华妃遇上的是甄嬛。这一招不仅被甄嬛识破拆穿，而且还吓疯了华妃党根儿嫔这个大力局。